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熊猫的韩国首尔行。这次也是小熊猫在韩国旅程的最后一站了。这一期视频，小熊猫要带大家一起逛一逛首尔的热门景点。首先去到了乐天免税店，然后到明洞街头体验热闹的氛围，顺便吃一顿超地道的韩国烤肉。接着还去了青瓦台廊坊看展览，再到景福宫、北村韩屋村，最后来到广藏市场，体验一下首尔本地人的生活气息。行程内容非常丰富，那就跟着小熊猫一起出发吧。到首尔了，我就先去免税店逛一逛。但是我应该不会再买了，因为在大邱已经买了很多了，行李也装不下，所以就单纯的去逛一逛街吧。这个喷泉感觉也要大很多，好像我记得在釜山市中心的那个喷泉好小哦，也不叫市中心吧，南浦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市中心。这个稍微大一点，还配了一些雕像吧，感觉这边也有点像中国街一样，因为正前方这里就是一个汉国汉城华侨小学，那就是给华人的小学呗。这边的店很多饭店，我看什么中华书局，还有这些饭店好像也是中国料理。这边又有鱿鱼游戏的糖笔，屏幕里面也在放，还有鱿鱼游戏的周边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新的地方，没到过的地方，走路就觉得很快，一下就走到了。因为路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嘛，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一切都会比较新吧，所以走路也不会觉得远。从地图上来看，感觉也没有那么近，但是感觉怎么一下就走到了，还没走2分钟的感觉。路上也会有很多这种小吃摊什么的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凉快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了雨，但是其实几天前在釜山也有下雨啊，什么都很热。反正今天就变凉快了，不知道后面2天会不会也是这样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太好了。前几天可把我热坏了，每天感觉都要出几身的汗了，喝的水全用来出汗了。哎，不会到了吧？我看一下，好吧，果然是不仅是到了，好像是走过了都。讲话讲嗨了，都没看到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走过了一点点，应该就是这个门口了吧。地图显示就是在我刚才拍的这儿呢。啊，好傻呀我！原来这个就是免税店吗？我进去看一看吧，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应该就是这里面了。我刚刚脑子里想错了，我把免税店跟奥特莱斯想成一样的东西了。我说怎么奥特莱斯还有开的这么正经的样子好？因为一般奥特莱斯都会比较廉价一点嘛，平价一些。这个怎么感觉开得很像那种正规的正经商场？哇，这里有些帽子，没有想到。后来我一想，只是免税而已，也不是奥特莱斯，是我想多了。那就随便逛一逛吧。下到这个负一，感觉就完全来到了日本的商场，布置的简直一毛一样，而且还有无印良品。好吧，我还是上去逛吧。这里又有很多糕点，看起来挺好吃的呢，糯糯的感觉，可以试吃啊，可以尝一下。还不错，有的是甜的，有的是咸的，但我觉得可能我们应该更习惯吃甜的吧。之前还觉得这款包挺好看的，但现在好像看久了也一般哦。好啦，就带大家随便看一眼吧。我感觉这也就是个正经的商场吧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要逛的。但是如果有对买这种奢侈品大牌有兴趣的、有研究的，倒是可以来逛一逛。因为我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感兴趣，毕竟我觉得有点贵，但是可以看一下。因为像他们这种大品牌的店，商场的环境会做得比较好一点。平常没事儿来散散步还是可以的，养养眼睛嘛。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接受这种大牌的审美的这种洗脑。你要看这些看习惯了之后，你可能你的审美也会跟着它比较接近了。我是这样想的。就很多东西，我记得以前最开始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一点牌子都不认识的时候，是看不懂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。但是渐渐的你看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还可以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可能也会按照这种风格去走了吧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这就是一个时尚风向标吧，高价值品牌的这种东西，它肯定在大众的眼光来看，我觉得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，不太容易出错，所以可以来看一看，借鉴一下他们的这个品牌的审美，然后我们可以去挑一些便宜的。
东西，把它搭出大牌的感觉倒是可以啊。但当然也不需要天天都穿的好像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还是有一个让自己开心、舒服的、舒适的审美就好了吧。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再一个，我也觉得像服装这个东西，一个是看搭配咯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要看身材的咯。就你看那些走秀的呀，那些大牌他们请的人去走秀的，也是要请专业的模特啊，他也不是请个普通人去展示他们的衣服，对不对？说明，那如果是个普通的去展示的话，他们的衣服可能也没那么好看吧。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过分的去追求这些大品牌吧，我是这样觉得哦。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普通人穿起来看起来还是个普通人，所以说让自己舒服开心就可以了。到了楼上这边就可能不是那种国际大牌了，可能是不是他们韩国本土的一些品牌，价格估计也不会那么贵了。我觉得 Cashmere 这件40多万韩元，相对来讲还是比普通的衣服贵多了。这还有一层楼是卖家具的，感觉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家居这些其实也能看出很多的不同的，我觉得风格差异还是挺大的。这个瓶子是干嘛的？哦，装油的呀，还挺好看的呢，装油的。哇，还有一个彩色的，好漂亮哦。这个碗也挺好看的，我觉得，就感觉像是装那种小小的酒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感觉逛家居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可以学习一下把自己居住的环境布置得舒服、好看、养眼一点，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吧。我觉得每个人学习一下，对自己生活品质的提升是特别有帮助的。这层楼的人好多哟，人气也好旺，都有点像机场的免税店的那种感觉，基本上都是一些韩装品牌。哇，真的，我都以为我要去坐飞机了，好搞笑啊！这有一些它的食品、酱料，这边还有我们中国的烟呢，中华，不知道是不是比国内便宜一点？他们为什么写 USD？ 为什么要用美元？好奇怪哦！但感觉可能比中国的便宜一些吧。这还有一个卖帽子的，哇，这里面人气好旺，感觉这一层楼才是正儿八经的免税的地方吗？真的人好多，比楼下的那几层楼人要多很多哎。感觉这边免税店中文的含量还是很高的。因为刚刚我在逛的过程中，不管是顾客还有店员他们之间的这种聊天什么的，我都听到都是用中文，感觉这边很多中国人。这已经到11楼了，这一层楼都是卖化妆品的，那这一层就不仅仅是韩国的品牌了，是有很多国际上的品牌，好多楼，已经到11楼了，上面好像还有，不知道一共多少层，上去看看吧。刚刚转了一圈，感觉所有柜台上面的顾客都是讲中文，感觉应该结束了吧？哎呀，我走不动了，这里写的楼上就是餐厅了。天哪，可能不知道视频看得出来，这个分量好大一盆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感觉直径得有40厘米吧，一盆菜，那饭量好大哦，好像参鸡汤也挺有名的，乌鸡汤出来了。刚刚我找到了直升电梯嘛，我看好像一共有26层楼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楼上是不是就是还是接着卖东西哈。对于喜欢逛这些商场的人来讲还是挺好的，因为确实有很多可以逛的，楼好多哦。但是我还是想去明洞那些小街里面看一看。这是做了一个什么走道，还挺好看的。这放了一个组合，我也不认识是谁哈，可能有的人认识吧。韩国这边有很多过马路的地方都有做这种小亭子，遮太阳用的吧，或者遮雨，感觉也挺人性化的。而且有的，我记得我在大邱的时候还好几次都碰到，不仅有棚子，还有个座位在那里，让你坐着等红灯，就感觉很好。我觉得大邱这个城市挺不错的，小小的，逛起来压力也不大，人也可能没有那么多。首尔这边我感觉明显人就变多了，交通也很密集哦。海底捞火锅，感觉明洞这边的中文含量还挺高的。这边的街明显就好热闹哦，人好多哦。
有好多小摊哦，又到了我特别喜欢的夜市这里。大福呀，这个看起来也好好吃的样子哦，好可爱哦。感觉好多好吃的，又不知道选什么好了。而且我感觉明洞这边的中文含量也特别的高。刚刚不管是那种饭店的老板啊，他会在外面揽客嘛，还有刚刚小摊上面的那些老板也是，我也都听到他们都是说中文。这里有一家自助餐，炭火烤肉，它是自助烤肉，25000韩元一个人，价格还挺便宜的。它有这些小菜也可以免费尝一下，还有炸鸡呢，可以多尝试一点东西。到了前面又看到了一家更便宜的，它可以17800一个人，纯牛无限自助，包含这么些肉，这个好划算哦，适合饭量大的人。这里还有一个更便宜的单人的套餐，只要10000韩元吧，我感觉是这个意思。我最后还是决定来吃自助烤肉，感觉这个可能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多一点吧，因为我吃单个的也吃不了多少的话，自助烤肉这个选项还不错，它可以吃很多小菜，而且先把饭吃了，再囤积一点力气来逛街，感觉确实很不错的样子呢。竟然还有羊排耶，这个我倒有点兴趣了，还挺喜欢吃羊排的，试一下吧。来看，这是它的海带汤、炒年糕，感觉跟外面小摊卖的是一样的。这个应该是米饭，这个是炸鸡哦，很好吃的炸鸡。看起来很好吃。这个是什么饼吗？肉饼哦。还有一些调料，还有一些蔬菜哦。这个叶子好像是他们还挺有名的一个香料，挺火的，在韩国就用来包肉哦。这里是它的肉哎，哇，看起来真不错，还有排骨呢哦，这个是羊排骨，不错不错，就它了。我先每种拿了一点点吧，因为我一个人我怕吃不下，所以我就每个我想吃的就拿了一点点尝一下。尝一下之前在摊子上面一直都看到的炒年糕，它里面也放了那种豆皮，因为之前在小摊上面看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分量太大了，一整份的话好大一盆，我感觉吃不掉，所以就一直没有点。今天借着这个自助烤肉的福利，终于可以尝一下了。哇，好热呀！这个炭烤的，它这上面有一个抽烟的。抽油烟机，刚刚我拿了2个酱，一个是偏甜的，一个是偏咸的。吃下这个烤的牛肉吧，我好像烤得太硬了，感觉吃自助烤肉还是很考验自己本身烤的能力吧，挺忙的。还有这个肉饼，应该是猪肉饼吧。这个味道挺一般的，我感觉它的小菜里面，我就喜欢吃炒年糕里面的豆皮，海带汤也还可以，因为海带本身就比较好吃。还有这个炸鸡，还有肉饼，我觉得就做的比较一般。然后烤肉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烤的技术，有的时候又会烤焦啊，不太好掌控。吃完了，吃的头好晕啊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是炭烤的，所以是不是比较容易吸入一氧化碳什么的，感觉在那儿吃的我头好晕啊。它那个肉其实还是挺大分量的，每一个也还是很大一块有的。比如那个五花肉，后来我拿了2片，就感觉吃起来很费劲。那个羊排其实也是很大一块嘛，它的肉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烤的原因，吃起来都很硬很柴。就不是那种很嫩的感觉，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烤肉技术太差了，还是说这个肉本身就不行呢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结果就是没有觉得好吃吧，就是觉得吃完了头很晕，好像还不如吃那个菜叶子好吃啊。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？好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也是解决了一顿饭吧。它的炸鸡啊、肉饼什么的，我觉得不太好吃，吃起来也是硬硬的，不是很脆吧？那个炸鸡不太推荐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是自助嘛，所以品质就比较差一些哈。当然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吧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那就接着逛街吧。
啊，这有一家面包店，香哦，走到门口闻的。这里还有画像，就是你坐在窗户这里，有个小窗口给你画像，画这种卡通像，画一个还挺快的，一个人9000，两个人18000。到处都是美妆店，这好像还有个 K-pop 的店，里面是卖什么东西的呢？哦，好像有什么专辑、照片。原来这个是不同组合的应援棒啊！原来这个还要自己花钱买的，我还以为这些东西是看演唱会就会发的呢，没想到还要花钱买，太夸张了吧！而且一个小小的这种小棒棒要卖这么贵吗？几百块钱？这个只不过是个灯而已啊！哦，又是鱿鱼游戏的周边，太厉害了！这个糖5000韩元，卖的也太贵了吧？感觉真是鱿鱼游戏太火了，没办法。我也觉得鱿鱼游戏很好看啊，我也很喜欢鱿鱼游戏啊。炸鸡、鸡蛋面包，好多好看的小蛋糕哦。Hello Kitty 的咖啡店，这有一家精品店呢。明洞这边真的是蛮好逛的耶，店特别多，而且现在都已经晚上10点半了，竟然都还在开，而且人很多，很热闹，太夸张了。这边的商业简直了，太发达了，这么晚还竟然有这么多可以逛的地方，街上满满也都是人。刚刚我还发现一家精品店，当然这边有很多那样子的类型的那种卖饰品的店吧，还有很多很好看的配饰啊、帽子啊，反正确实好好买哦。不过现在实在太晚了，我们还打算先回去休息了，根本就停不下来逛的，但是实在是太晚了，明天还有明天的行程要走，所以我也得先撤退了。这边的人也太有体力了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几点钟开始营业哦，到这么晚了竟然还这么热闹。我觉得蛮少有这种地方的吧，这些商业街啊，这些店铺竟然全都在营业。你说如果是单纯的吃的夜市什么的都还比较好理解哦，但我没有想到逛街的地方竟然还有这么多，大家都没有关，好辛苦哦，说实在的，我觉得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行程就到这里了，明天再见吧，我也很辛苦了，折腾了一天，拜拜，明天见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算是正式要开始在首尔的景点旅程了。那我出门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买了一张这个叫首尔气候卡，它不是那种按次算的那种卡，你可以买1日通票、2日的、3日的、5日的，好像都有吧。我因为正好还需要3天嘛，包括去机场那一天，所以我就买了个3日的，是10000韩元，然后这张卡是3000韩元。我觉得第一次来首尔，或者说在首尔要去比较多地方的话，肯定是买一张这个通票会比较划算，因为在首尔坐一次公交或者地铁应该是1550韩元一次，所以你坐一个往返也要3000多一点，那买一张通票会比较划算一点。好啦，我现在准备坐车去青瓦台，今天的第一站。光化门，好像走错路了，误入了一个小花园，还有一些健身的感觉，这个花园还挺好看的。
好像后面就是青瓦台了，但是看起来没有开放的。那我们远远的看一眼，可以了。今天感觉阳光还是很刺眼，太阳很大。后面好像就是青瓦台了，我也是费了老半天才走到，因为地图上好像给的指示也不是很明确，而且我刚刚看感觉没开放，在小红书上面查也确实好像是开到8月4号就没开了，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别的时间开。那今天就进不去了吗？那就在外面看一看吧，也没事儿，远远的拍个照就可以了。这是青瓦台廊坊，进去看看吧。像青瓦台对面这边就有一个青瓦台廊坊，它是一个小型的展厅这种吧。然后刚刚从进门那儿就可以拿到这种旅游手册，所以已经进来了。感觉还会再播一些韩剧的感觉。好好听啊！这个展的名字叫 Love Chapter， 就是爱的篇章，感觉应该就是里面在播韩剧吧，营造一种那样的氛围。这里边设计的感觉还挺漂亮的，这里摆了很多这些小的布景。这边还有这种印章，可以集印章。大叔给我展示呢。哦，감사합니다。这个大叔，哦，他又要给我展示了。哦，原来是每个都是不一样的。哦，감사합니다。刚刚大叔给我弄了这2张卡，不得不说，我感觉韩国人都很热情。看看这2张卡，它好像是可以当明信片用，背面有贴邮票和写字的地方，嘿嘿嘿嘿，开心，拍个照。这有一个填问卷可以领纪念品的地方，填完了可以得到一个这个纪念品，就是这个钥匙扣，好可爱呀！楼上还有一个展厅，叫焰火，进去看看呗。哦，这里面还挺黑的。哇，这里面的音乐什么的也特别像是在丛林里的感觉，然后有满天的星光。哇塞！出来之后，2楼这边，哇，这个落地窗可以坐在这里看书。它这边也提供了很多感觉旅行相关的书吧，太美了。这边又可以做这种明信片，这个是贴纸，还有提供了一些彩笔，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明信片，试一下吧。把它贴到这个纸上了，贴满了，贴得挺工整的。一开始没贴好，没有算好距离，然后又重新撕下来贴。它还挺容易撕下来的，省得浪费了。嘿嘿嘿，撕下来了，而且还可以再贴上，感觉这个材质还挺好的。背面也可以写下一些话，或者画下一些东西啊什么的，可以记录一下你在这里的时光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咖啡馆。从这边看这个青瓦台的这个风景也很好。到光化门了，
那边是山，这边是房子。进去了，太阳好大呀，特别的刺眼。这边有买票的机器，买好了，从这里检票入场。穿韩服的话可以免费入场，不需要门票。从这里扫一下码，进来了。我们进来到处都可以看见穿和服的人，不是和服，韩服。思政门。逛的，这里面还是稍微有一些大哈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我其实也还没有完全走完。我说的大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空旷，就全是房子，但是房子里面也都是空的，就是感觉除了这个房子，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，感觉就是单纯的面积大而已，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吧。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太阳感觉好大，它这边路上铺的沙石子都是那种偏白的嘛，所以反光特别的强烈，那个光它就会刺到眼睛，就完全无法睁开。即使我撑了伞，感觉还是很刺眼，太白了这个地面。但走在这个城楼之间，感觉还挺有那古典韵味的，来拍拍照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还有一片花园，哇，这里面确实是很大呀。我穿过了花园，结果又是一片更大的花园，反正就要走很多路吧。有荷花池，还有小亭子、小桥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免费饮水站。总算是把景福宫走完了，这里面确实是很大。那下一个点我就是去北村韩屋村，也是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景点。那边都是比较复古的韩屋，那去那边看一看呗。这边走过去就是首尔现代国立美术馆，感觉里面也有很多藏书。这个路线上还有挺多博物馆可以逛的，如果对这些有兴趣，也可以逛一逛。如果行程安排不是那么紧张的话，因为我还有好多地方要去，所以就不做停留了。我要接着径直的往韩屋村走了。今天天气就比昨天要热一些了，还是挺热的。但相对来讲，比釜山和大邱可能要稍微好一点，天气温度会稍微低一些吧。又发现了一家特别可爱的小店，里面有这些毛线编织的花，感觉用来做装饰还是很漂亮的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好漂亮，还有这些好像全部都是毛线织的，还有这些毛线夹子，好可爱。路过一家小店，在路上又发现了一家小店，它可以这样半份的拼密在一起，有韩国的特色的这个肠，上次在大邱吃的那个汤饭里面也有这个肠，挺好吃的。还有这个干，挺好吃的。又来吃一下他们的炒年糕，年糕好像没有那么的黏，但味道其实还不错。它这个酱有一点甜甜的味道，里面照常还是有酱干、豆干一类的。像这个可以半份的点还比较好，可以吃好几种食物。但我感觉它这个年糕有可能是不是煮久了，它没有那么的黏，就感觉像是膨胀的太过了，没有了那么糯的那种感觉。吃完了，继续赶路了。刚刚那家我觉得怎么说呢，
韩国的那个香肠也挺好吃的，里面是加那种粉条一样的嘛，Q 弹弹的。刚刚那个年糕，我就觉得有的还行，有的感觉就已经是那种煮久了的，就不是那么糯的感觉，没有那么黏。那个韩国香肠，它沾一下旁边那个年糕的红色那个酱吃也还不错。总体来讲，这个小吃也还蛮好的。好了，前面好像就快到了。到了。这里有一些还挺好拍照的店，一家卖香水的店。哦，好香啊！哇哦，这里面有一些香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护肤的也可以 ，body wash 也有，还有蜡烛。哇塞，这条街拍照好出片啊！修得很有味道哎。刚刚在进来的入口那儿，有人在那儿举招牌嘛，只是我们来这里要小声说话，因为这边是居民区，所以说这些房子里面竟然都是一户一户的，真的是有人住在里面的耶。感觉住在这里面的人好特别哦，住这样的房子好有意思哦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，感觉好幸福啊！他们每天这样出门，眼睛都好好看，好漂亮的感觉，天天都可以住在景区。不过倒是有一点不好，确实这样家门口永远都有很多人的话，是不是也有点打扰哈？上到山上来了，不知道下面是什么，感觉是一条普通的路。太晒了。为了给大家拍，我快晒死了。那从这边看过去的话，是站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角度，可以看到一些城市的样貌吧。好啦，韩屋村我们就逛到这里了，再走一走，坐车去广藏市场。待会儿我查一下路线，接着往下走吧。韩屋村我觉得也是个适合拍照的地方吧。喜欢拍照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拍到很多好看的照片。这边也会有很多韩服租赁的地方，你想穿韩服来这边拍照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很出片的。刚才路过了那家小店，先是被外面的头巾吸引住了，但后来感觉那个头巾好像，因为我还没有绑过，不太会，想想还是放弃了。但是其实就看着很诱人，好可爱啊，好想买哦。进去又看见了很多帽子，韩国这边真是到处都是卖帽子的地方。我在里面使劲挑，又挑了很久，最后买了一顶粉色的帽子。我感觉这次来韩国，我买了一堆粉色的东西，感觉不是很好搭吧，但是满足一下少女心吧，粉红色的回忆。好啦，那现在得赶紧往下一个点赶了。下一个点我要去广藏市场，感觉每一次都很容易被路上的一些小店吸引进去逛，然后就会耽误很长时间，半天出不来。本来今天呢想多去几个点，但也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，尽量吧。去完广藏市场，我本来还想去梨泰院的，应该来得及吧。那就先走着，待会儿见。到了广藏市场了。目前看起来，这里好像也是个那种小市场、商业街那种，比较旧的，可能是不是有点像西门市场那种感觉？因为我也没有查什么攻略了，我就大概在网上看了一下有哪些景点，然后来转一转，也没有提前了解什么太多。每次到一个地方，我就当一次开箱一样。也不知道这里有啥，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，但目前看起来，为什么这是游客要打卡的地方？我感觉卖的都是一些很本地的一些东西啊，就什么窗帘单布啊那种，但也会有很多小吃就是了。哦，又有这种可以坐在路边吃的这种小吃，看起来挺不错的，拍一下。哦，还有鱿鱼耶。
么鸡脚之类的。看起来好好吃。안녕하세요. 중정요? 아, 감사합니다. 像韩国这边的大叔大妈什么的都很热情，都很大方的，每次都是可以随便拍。他们这边的人都挺友善的。像这边还有很多棉被，好像我之前看很多台湾的博主会来韩国买棉被，我也不是很知道为什么。韩国的棉被很好吗？这里有一家卖护肤品的店，药妆店，很便宜。你看它这个面膜7000呢，10片，好便宜哦。在这里面稍微走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太早了，很多摊位你看都还盖着绿布呢，好像还没有开卖呢。我感觉这里面主要应该还是面向本地人吧，都是卖一些布啊什么东西的那种纺织的材料啊，偶尔有一些小吃摊这样子，感觉也是很像个批发市场。再出去看一下吧。市场这边还有一条这种小河流，还有河边散步的步道，做的还挺像乡村风的那种感觉，还挺有意思的，特别像我们乡下的小河流，好有氛围感哦。好啦，我打算离开这个广藏市场了，好像就是个很普通的批发市场的那种感觉，就跟国内的那种市场没什么两样，也是那种比较旧的。我刚刚上小红书上面查了一下，这个地方有名呢，也是因为韩国的那个 Running Man 嘛，在这边做过一期节目，可能就会比较火吧。但我自己来走了一下之后，我感觉好像并没有什么好逛的吧。我现在准备就坐地铁去梨泰院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日落哈，因为现在天也不早了。如果能赶上日落，看一下那边会不会好看一点。反正这边就是很多货，但是我觉得不适合游客过来吧，反正我个人感觉。好，其他也没什么了，那我们接着赶路吧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下期小熊猫会带大家去打卡梨泰院 Class 的取景地，顺便逛一逛热闹的酒吧一条街。隔天我们还会去宏大的学生街感受青春气息，接着打卡小欧亭那面超大的 Jennie 海报，还有星空图书馆。最后再去汉江边看看首尔的夜景，体验一下当地人悠闲又惬意的夜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哦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